公元1587年，大明万历15年3月初2凌晨，北京城还在黑暗里沉睡，紫禁城午门外，却突然涌来了数以千计的人影。他们跌跌撞撞，互相推搡，鞋子踩飞了，帽子撞歪了，有人被击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哀嚎。这些人是谁？是大明朝的文武百官。他们为什么在黑夜里发了疯，一样往宫门口冲？因为有消息说，皇帝要临时召开早朝。大明的早朝制度极严，迟到者轻则罚俸，重则廷杖。于是，所有人都不敢赌。等这些满身大汗、衣冠不整的官员们终于挤进宫门，等来的却是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答案。24岁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下过任何上朝的旨意，是谁传的假消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就是万历15年的第一个镜头，一场声势浩大、毫无意义的政治闹剧。黄仁宇先生写这本书，开篇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荒诞的场景。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一个昏君，不是某一个奸臣，而是一台已经运转失灵的庞大机器。这一年，大明朝没有亡国，没有外敌入侵，没有惊天大事。但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里，帝国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年份，已经完成了脑死亡。他给出了全书最核心的一句话：中国2000年的封建专制死于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死于用道德来代替法治。听起来像一个冷冰冰的学术结论，对不对？但我今晚要和你说的是，这句话距离我们每个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产生过这样的无力感？你身处一个庞大的组织，身边全是聪明人，大家都在拼命努力，但整个系统却像一艘漏水的巨轮，在你眼皮底下缓慢下沉。你想做点什么，发现到处是掣肘；你想躺平，又有无数隐形的规矩在抽打你。你问自己，为什么优秀的人在僵化的系统里注定一事无成？为什么看似完备的制度，最终把所有人都逼成了两面派？这不是历史问题，这是今天每个职场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困境。好，现在我们推开紫禁城那扇沉重的大门，走进去。大明帝国的权力金字塔站着3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黄仁宇用极其克制的笔法，给我们画出了一个被架空的最高领导者和2个试图力挽狂澜的职业经理人是如何被这台机器一一吞噬的。先说万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懒，近30年不上朝，荒淫无度。但黄仁宇翻遍了《明实录》，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万历的罢工不是因为懒，而是一场彻底绝望之后的非暴力不合作。万历9岁登基，他的整个前半生都被文官集团塑造成一个道德符号。他不能有个人情感，不能有业余爱好，练字练得太好，首辅张居正都要出来制止，说玩物丧志。万历咬牙忍了，他以为只要自己做一个文官集团满意的圣君，就能真正掌握这个帝国。直到2件事击碎了他。第一件是立太子之争，他深爱的郑贵妃生了儿子，他想把皇位传给这个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老板想把家业传给喜欢的继承人。但满朝文官像发了疯一样上书反对，说长幼有序，这是祖宗之法，是帝国的道德根基。这场国本之争一打就是15年。万历发现他连决定自己儿子命运的权利都没有。第二件是张居正的倒台，这位满嘴仁义道德，要求皇帝省吃俭用的首辅，死后被抄家。万历震惊地发现，张居正不仅贪了巨额财富，他的生活更是奢靡到令人咂舌。他回老家时坐的轿子需要32个轿夫来抬，里面带着起居室、书房和独立的如厕空间。皇帝的3观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万历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所谓祖宗之法，所谓仁义道德，从来不是帝国真正运转的逻辑，而是文官集团用来约束皇帝统治天下的工具。在这套系统里，皇帝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供在神坛上的牌位。这像不像今天某些庞大机构里的最高领导者？名义上大权在握，却发现自己的每一道指令都会被层层叠叠的合规流程挡回来。
他想提拔的人通不过人事部门的硬性考核，他想推进的改革总是被中层的利益网络悄悄瓦解。于是他看透了这场游戏，选择了最消极的报复方式。我不伺候了，但帝国的机器不能停。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是第二个人，首辅申时行。相比张居正的雷厉风行，申时行在历史上背了个软骨头和世老的骂名，但黄仁宇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因为申时行是全书中最看清楚这台机器本质的人。张居正执政时推行过严苛的考成法，相当于现代企业里那种极端严格的 KPI 考核系统，要求所有官员必须按时完成税收和工程指标，完不成就降职罚款。短期内国库充盈了。但为什么张居正一死，这套系统立刻被全盘推翻？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最底层的逻辑，明朝官员的合法俸禄低得令人发指。海瑞这样的清官要靠自己种菜才能吃饱，买了2斤肉都能上官场头条。绝大多数官员必须依靠灰色收入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和基本的人情往来。张居正用圣人的标准制定 KPI， 却不给任何额外的生存空间。这不是在要求廉洁，这是在砸整个文官集团的饭碗。申时行看透了这一点，提出了他的政治哲学阴阳之理。帝国阳光下那一面是四书五经，是仁义道德，是满口的天下苍生；帝国阴影里那一面是官员的私心，是灰色收入，是错综复杂的人情。申时行深知，如果彻底摧毁那个阴影面，帝国就会立刻瘫痪。他试图在两者之间走钢丝，对下属极度宽容，默许适度的灰色地带，只求大家维持表面的和气，让这艘破船继续往前飘。你试着带入申时行的位置，这不就是今天那些夹在老板和员工之间心力交瘁的中层管理者吗？老板要业绩，员工要活路，制度本身就不合理。你看得清楚，却不敢大刀阔斧，只能每天做情绪按摩，到处和稀泥，用人情润滑这台生锈的机器。但申时行最终还是失败了。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底层言官，拿着最严苛的道德标准，把他攻击成庇护腐败的软弱者。这位苦心孤诣的裱糊匠黯然辞职，万历躺平了，张居正被清算了，申时行被赶走了，高层全军覆没，系统陷入死循环。那么高层已经无力回天，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机器里，那些最纯粹最优秀的个体能靠自己突围吗？黄仁宇在原著的中后段给出了3个极其惨烈的答案，他们是海瑞、戚继光和李聪。先看海瑞，民间传说里他是青天大老爷，但在万历15年的史料里，他是一个让所有同僚、上司甚至皇帝都感到无比头疼的怪物。海瑞的死结在于，他试图把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那套早已严重脱离现实的农村道德规范，一丝不苟地强加给200年后极其复杂的商业社会。书里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说不出话。海瑞极其清廉，他母亲过寿，他去市场买了大约2斤肉，这件事竟然轰动了整个官场，连总督大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也就是今天苏浙沪一带的最高长官，面对复杂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下了1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判案原则：凡是打官司，分不清谁对谁错，宁可委屈富人，也要保护穷人。穷就是正义，富就是原罪，不看地契，不看合同，不看商业逻辑，只看谁更可怜。结果呢？江南地区的富户纷纷出逃，大量田地荒废，极其发达的商品经济被他用极端的道德生生逼停。你想想今天，一个庞大复杂的现代组织里，如果有一个完全不懂业务，只拿着员工手册和政治正确四处巡查的合规官员，他到底是在拯救公司，还是在把所有干活的人逼死？海瑞的悲剧在于，他是一把无瑕的道德利剑，但大明朝这台机器需要的是能让齿轮转动起来的润滑油。
既然道德洁癖走不通，我们换一种活法。来看戚继光。戚继光是真正的天才，但绝对不是道德完人。他看透了大明军政系统的腐烂，知道靠正规军根本打不过倭寇，于是自己招募农民，拉起了戚家军。但养兵要钱，买火器要钱，在那个连官员工资都靠灰色收入补贴的体制里，这笔钱从哪里来？万历15年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戚继光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他彻底向文官集团的腐败规则低了头。为了搞到军费，为了不让言官在背后捅刀子，他不停地向上司送礼，送重金，送稀有的海狗肾，送精心购置的美女。他在前线浴血拼杀，在后方却要像一个卑微的乙方，疯狂讨好那些坐在京城办公室里拿着考核表评价他的文官大佬。他用道德上的污点换来了东南沿海的太平，这像不像今天那些为了推进关键项目，不得不自己垫钱，违规请客，向僵化流程低头的业务骨干？事情干成了，但手也脏了。而当他唯一的保护伞张居正倒台，这位帝国最伟大的将领立刻遭到清算，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孤独死去。道德极端失败了，实用妥协也失败了。大明朝最聪明的那颗大脑陷入了彻底的虚无。这就是第三个人，李叔。李叔看透了一切，他看透了满朝文官嘴上仁义，肚子里男盗女娼的真相。他做了一个极其决绝的举动，剃光头发，住进寺庙，但拒绝受戒。他写下焚书藏书，疯狂攻击那个虚伪的理学世界，公开宣称人天生自私，不自私的人根本不存在。但他悲哀地发现，他虽然看透了这套系统，却依然要靠这套系统里的人接济才能活下去。他找不到任何新的出路，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答案。76岁那年，李勋在北镇抚司的狱中向狱卒借了一把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皇帝罢工，首辅惨死，清官无用，名将背锅，思想家自刎。这5个人是大明帝国最聪明、最努力的一批人，他们全部走向了毁灭。为什么？黄仁宇先生给出了那个穿透力极强的死亡判决：缺乏数目字管理。我给你说一个书中记载的荒唐细节，你就明白了。明朝的税收是怎么运作的？朝廷收税长期不依靠统一的货币结算，而是让地方直接缴纳实物。南方某个县被摊派了几百张弓、几千匹布。更荒诞的是，朝廷为了省事，经常要求底层农民自己出路费，把这些食物翻山越岭运到北方边防军营去交差。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它的中央财政连一本清晰的总账都没有。你试着想象一下，这就像今天一家拥有数万员工、市值1000亿的跨国公司，没有 ERP 系统，没有财务软件，各分公司之间靠互相运送土特产来结算 KPI。 在这本彻头彻尾的糊涂账里，帝国给出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什么？既然账算不清，那就不算账了，我们来算道德。用4书5经，用孔孟之道，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大公无私的圣人，这就是那一锤。当你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戚继光在前线要钱要物资，兵部调来的是一堆对不上账的烂木头和生锈刀枪。他想打胜仗，就必须自己搞小金库，去请客，去送礼，去讨好张居正。这像不像今天想要做成事的人？为了推进一个对公司生死攸关的项目，你不得不去应付无数个形式主义的盖章流程，去低声下气地求那些只懂合规，却根本不懂一线死活的后台部门，被一个烂系统逼着用违规的手段去实现完全正当的目的。万历皇帝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今天某个被架空的高管？你看清楚了，公司业务已经严重老化，你想推动必要的转型，但中层团队拿着10年前的企业文化手册，用创始人语录死死压住你。你名义上长着舵，实际上只是这台僵化机器里一个走流程的签字机器。这就是万历15年最深处的悲剧。当一个系统拒绝用客观的规则来运转，而是把所有压力都推给个人道德时，
它注定会在内耗中走向崩溃。高尚的人因为不切实际而变得荒谬，能干的人因为必须妥协而沾满污垢。现在到了最致命的一锤，公元1587年，大明朝那些最聪明的精英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为万历皇帝该立哪个儿子当太子，在紫禁城里疯狂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以死相逼。这场内耗消耗了整个帝国最顶尖的头脑，整整15年。而就在同一年，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年轻人正在悄悄统一建州女真。当一个庞大的组织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道德博弈和内部消耗上时，门外的野蛮人早已举起了刀。这不是历史教训，这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那么，身处这样一台不可挽救的机器里，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黄仁宇是个冷峻的学者，他不负责灌鸡汤，但从他笔下这些人的血泪里，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种极其现实的生存哲学。在无法改变的系统里，保持清醒的悲观主义。什么叫清醒的悲观主义？第一，你要像申时行一样，彻底抛弃对完美制度的幻想，认清这台机器的运转逻辑从来就是明面上的规则加上桌子底下的潜规则，两者缺一不可。不要像海瑞那样拿着道德手册和几万同僚的生存本能死磕，最终把自己逼成一个无人敢用的怪物。第二，你要像戚继光一样，在看透了腐败与僵化之后，依然能咽下委屈。他送礼，他妥协，他违规，但他借着这套肮脏的规则，硬生生建起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把手头那点微末的实事做成了认清系统的无望，却依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寻找微光。第三，不要变成理工，看透了又如何？找不到出路就是找不到出路。虚无主义是最奢侈的特权，也是最致命的毒药。看清楚，然后继续活，继续做，哪怕只是一点点。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摇回到那个凌晨，1587年3月初2，午门外，黑暗中横冲直撞的人影，飞脱的鞋子，哀嚎的声音，一场阴假消息引发的荒诞奔跑。看清楚这个画面，在缺乏精确管理、缺乏规则和法治的黑暗里，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跑，互相践踏，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也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这就是那台失灵的机器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镜头。历史的车轮不带一丝怜悯。400年过去了，我们每天打卡、开会、汇报、内卷。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还在那场没有尽头的早朝里奔跑，天还是很黑，人还是很挤。但今晚，读懂了万历15年的你，心里起码清楚这台机器是怎么回事了。认清了这悲凉的底色，你就不至于在这场随波逐流的狂奔里彻底迷失自己。夜深了，这里是深夜解书人，感谢你今晚陪我走进这段历史。愿你在冰冷的系统里依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星烛火。晚安。